大家好，我係塔羅斯 Rani， 又到咗每週星座預告啦。不如我哋今日就嚟睇下5月29號至到6月4號呢一個星期嘅星座運勢啊！轉眼間又嚟到一年嘅中段，咁喺經歷完一輪嘅水星逆行嘅反思之後，或者有一啲人已經有住唔同嘅領悟。而嚟到今個星期，金星即將會回到佢嘅守護星座金牛座當中，能量當然就會較為有力，亦都係表示咗我哋會較為重視同埋享受喺物質上面嘅生活。例如就係話一啲同玩樂、媒體、藝術、音樂同埋金融嘅領域將會成為今個星期嘅焦點。另外，火星就會喺29號同幸運之神木星結合，兩者具有行動力嘅能量，就相互帶動住我哋去追求心目中所想。再加上剛好又嚟咗一個充滿住好奇能量嘅新月，呢一個星期或者大家就會發現自己變得較為敢作敢為。就好似枯木逢春一樣，又恢復咗活力，重新獲得生機。而去到6月3日，水星終於會恢復順行，預示咗拉扯住我哋思想嘅能量即將會減少，有好多事要變嘅已經變得七七八八，接落嚟嘅就應該係有待宇宙再去安排啦。而象徵住責任嘅土星，亦都即將會進入逆行週期，喺大約由6月4號至到10月22號，喺呢4個月當中，宇宙想我哋能夠從過去嘅改變中，重新去檢視當中實際結構係咪真係穩健，提醒住我哋要有計劃同埋系統咁去進步。同時間，自律亦都係一個成功嘅要素。喺事業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巨蟹座、獅子座、處女座同埋天蠍座。巨蟹座，火星同埋木星會聯手喺你嘅事業宮發力，令到各個嘅巨蟹座朋友喺工作發展上面就更具衝勁。如果淨係喺度待業嘅你，不妨就好好運用呢一股爆發力去多作嘗試，因為金星會喺29號進入你嘅人際宮，預示咗會為你帶嚟具有務實嘅能量，同時亦都象徵咗較為容易得到他人嘅協助，貴人運就有住提升嘅傾向啦。所以大家就不妨積極一啲去揾一揾合適自己嘅工作。另外，在職嘅巨蟹座朋友同樣係會受到火星同埋木星產生出嚟嘅動能所影響，令你會變得更具攻擊力。遇上任何工作嘅障礙嘅時候，你都會較為勇於去接受挑戰。再加上喺差唔多時間又會出現一個雙子座嘅新月，好嘅一面就寓意咗你嘅潛能係有待開發，有機會因為你嘅機靈才智而再創高峰。相反，因為新月係嚟到你嘅隱密宮，就象徵咗一啲暗藏嘅事情就有機會係被暴露出嚟，例如係話一啲過往嘅錯誤被小人中傷，工作程序被擾亂，或者係出現一啲關於通訊嘅障礙等等。正所謂謠言止於智者，都係唔好同一啲小人過於斤斤計較，專心一致咁去將手上嘅工作完成，先至係你而家最需要做嘅事。獅子座，水星正喺你嘅事業宮逆行，佢嘅能量就或者會推動你去重新細想自己嘅事業路。有一啲獅子座嘅朋友就更加會期望自己能夠有進一步嘅發展，而金星亦都會嚟為你增加一啲社交嘅運，令到你喺同他人溝通嘅時候更為融洽和諧。另外，火星同埋木星就會喺29號嚟到你嘅第9宮，兩股極具擴展力嘅頻率就或者會推動你去接觸海外事務、推廣、法律事宜、
選擇再進修、靈修或者係從事一啲同研究有關嘅工作。而當中有啲獅子座嘅人就話好會剛剛需要係接任一啲新項目，需要透過接觸唔同嘅人同埋事，而你嘅知識亦都會因而有所增長。去到6月2號左右，水星會恢復順行，能量上嘅轉換就或者會令到一啲獅子座嘅朋友終於喺幾經風雨之後，明白到自己應該行一條點樣嘅路先叫適合自己，又或者係收到一啲喺工作上嘅回覆，例如係話有機會面試等等。另外喺今個月嘅3號，太陽嘅強光就會喚醒咗逆行中嘅冥王星，此時你係要特別留意下自己喺工作上嘅一言一行，比較適宜低調行事，做事更加唔能夠一步登天，否則就或者會引嚟一啲流言蜚語，令到你感到焦慮不安。而家宇宙正係想考驗一下你嘅應變能力，有一啲日常嘅工作或者會出現急轉彎嘅現象，你適宜懂得運用當下所擁有嘅資源去將任務完成，就切勿一成不變啦。處女座水星就會由24號起，又代表事業嘅第10宮，逆回象徵智慧同埋原則嘅第9宮，寓意住有一啲處女座嘅人或者會需要因應住自己嘅標準去重新計劃事業路。再加上火星又會即將同木星聚集於你嘅偏財宮，就或者會增強咗你去追求更多金錢或者係有價值之物嘅野心，同時亦都會令處女座嘅人變得更為雄心勃勃。再加上逆行中嘅水星會即將正面咁向土星發出挑釁嘅電波，就預示咗有一啲處女座嘅人或者會喺行為上略具侵略性同埋魯莽，因而需要特別留意喺處理一啲共有資產或者係合作嘅時候，千萬就唔好過於急進，而以理性同埋合乎經濟效益嘅方向去處事，不宜意氣用事，同埋應該係盡量去避免同他人發生爭執。另外喺6月3號，太陽就會同逆行中嘅冥王星有住焦躁嘅相位，並且係觸及你嘅事業宮，代表咗喺工作上就適宜吸取一下今個雙子座新月嘅應變能量，時時去迎合環境嘅需求而作出變通，唔好話一成不變，咁樣先至能夠將工作順利完成。此外，有一啲處女座嘅人就或者會喺而家對做生意就感到十分有興趣嘅，可能會較為衝動咁去做一啲未曾評估過嘅行業。雖然冒險精神就十足，但係喺土星即將逆行嘅情況之下，你就適宜多作考慮，係會比較安全啲喎。天蠍座，今個新月就會嚟到你嘅第8宮。預示咗，如果你係從事商業事務、金融、保險、醫護或者係房地產等嘅職業嘅話，就或者有住一啲新嘅機會出現，例如係有新客戶、簽新單、新嘅學習機會或者係接觸新檔案等等。不過可能因為受到大環境嘅負面氣氛所影響，或會暗自覺得自己係力有不逮，甚至係缺乏一啲歸屬感，因而有啲天蠍座嘅人或者會容易出現焦慮不安嘅情緒，亦都可能因為咁，所以宇宙特別係派出咗火星同埋木星兩大巨星就嚟到你嘅工作宮，為你注入強而有力嘅朝氣同埋提升你嘅自信心。而家你都係唔好諗太多自己做唔做得嚟啦，只要你動身去做嘅話，我好相信你就會能夠將所有嘅事情一一做好。另外，你亦都適宜運用精靈嘅新月能量，好好去檢視新嘅工作項目，並且以靈活嘅手法去處理。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一步步向前行，路就會出現喺你面前㗎啦。
同時間，金星同埋木星會為你譜出柔和嘅頻率，引嚟一啲貴人去協助你走過唔同嘅新路向。所以雖然你從來都唔中意依靠別人，但若然真係想事業能夠有更進一步嘅話，你就必須學習更多嘅社交技巧，因為似乎單打獨鬥並唔能夠帶俾你更高嘅成就㗎。喺愛情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天秤座、射手座同埋水瓶座。天秤座，水星正係喺象徵慾望嘅第8宮逆行，就預示咗你哋內在嘅想法會變得較為迂迴多變，因而或者會影響到你哋對戀愛嘅態度添。如果你已經有伴侶，火星同埋木星就會合力咁將你嘅注意力拉回到伴侶關係上，再加上水星逆行嘅能量，就會迫使你去關注一啲同共有資產或者係共同目標之上。因而你哋兩個喺今個星期就或者需要去處理一啲同金錢有關嘅事務。不過由於你嘅伴侶宮有住極強嘅白羊座能量，咁樣就會令到你喺關係上變得較為積極，同埋會想充當主導嘅角色。當中你哋需要有大量嘅溝通同埋交流，所以你就千萬唔好一意孤行，凡事都適宜有商有量。而至於單身嘅天秤座朋友，就或者會好似孔雀開屏一樣，會有住活力同埋衝勁，想去展現自己最誘人嘅一面。同時受到雙子座新月嘅帶動，有一啲天秤座嘅人就或者會特別對海外或者係能言善辯嘅人特別有興趣。同時間同他人喺網絡上嘅通訊，亦都會有住大大提升嘅傾向。總之就係有住源源不絕嘅話題想要去傾。另外，具反叛能量嘅土星會俾逆行中嘅水星激活，同埋火星同木星嘅能量亦都來勢洶洶，咁就暗示住喺情海中會較容易出現一啲暗湧，一啲曖昧不清，或者係同舊情人嘅關係有機會出現來來回回嘅情況。可惜能量就只係嚟得快去得快。所以如果喺作出任何嘅付出之前，請各位就要多加三思一下啦。射手座，今個極具機靈能量嘅新月就會嚟到你嘅伴侶宮，暗示咗喺婚姻或者親密關係上會較為想能夠有住更多嘅溝通，有機會係圍繞住工作或者係某一啲生活習慣。另外，因為火星同埋木星即將結合於象徵戀愛同埋子女嘅第5宮，迅速咁燃起你追求開心刺激嘅需求。有一啲射手座嘅人就會變得較為多變同埋衝動，傾向以隨心所欲或者係更輕鬆嘅方式去建立關係。如果另一半能夠配合，咁當然係好好啦。因為可以藉以去一齊玩樂一番，但如果你嘅伴侶係較為保守或者中意有計劃嘅，就會容易產生唔協調。你嘅人生課題其實現階段係需要你去學習按捺自己嘅衝動，同埋增強一下同理心。所以大家就不妨試試站喺他人嘅角度去睇事物，千祈就唔好過於自我啦。而至於單身嘅射手座朋友，喺新月嘅引力推動之下，談天說地亦都有機會談出個戀愛嚟喎。而喺今個星期最有戀愛運嘅地方係喺辦公室或者係同工作環境有關，所以大家不妨努力工作。如果有一啲外出開會、送文件或者係講座，亦都最好能夠積極參與一下。因為喺當中可能會有意外驚喜㗎。同時土星嘅能量會被逆行中嘅水星擊中，就代表咗你必須要提高自己嘅社交能力，試下轉個方式去同他人交往，同埋學會唔好太過獨斷獨行。水瓶座，好漂亮嘅金星就會喺29號進入金牛座。
亦即係終於為你帶嚟愉悅嘅電波，溫暖住你嘅心窩。如果已經係有伴侶嘅你，喺忙碌完一啲同家或者子女有關嘅事之後，現在就會想有住歇息嘅空間，同時受到火星同埋木星急迫能量所推動。有一啲水瓶座嘅人就或者會好想能夠同伴侶嚟一個短程旅行，咁就唔一定話要出國嘅，可能只係重遊某個地方或者去遠足。不過有趣嘅地方係兩顆星星亦都係存在較為衝動嘅頻率，同埋水星又喺度逆行，暗示住有機會出現諗多過做嘅傾向。不過亦都幸好，水星就即將會喺6月3號回復順行，即係預示咗你喺諗東諗西之後，經過一輪嘅盤算同埋細想，如果你覺得嗰件事仍然係有價值去做嘅話，你亦都會好想努力咁去完成嘅。咁喺呢度希望大家能夠有一個愉快同埋實際嘅週末啦。另外，單身嘅水瓶座朋友就正好受到逆行嘅水星同埋金星嘅夾攻，變得較為念舊一啲，或者會傾向於回憶起一啲舊有嘅情感關係。同時，火星同埋木星又會推波助瀾，令到你有衝動咁去再次探究一下對方嘅近況。因而有一啲人就或者會試圖透過唔同嘅渠道去取得舊情人嘅資訊。不過想提提大家，諗翻舊時嘅嘢並唔係一件唔好嘅事，只係話不妨大家亦都喺呢個時候諗下點解當時唔能夠成為情人，或者大家分手嘅原因係啲乜？睇一睇嗰一個問題係咪依然存在？如果係冇變嘅話，咁你哋又要細想下再聯絡，其實又有咩意義呢？喺財務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金牛座、雙魚座同埋摩羯座。金牛座，首先火星就即將會同木星喺象徵障礙同埋潛意識嘅第12宮結合，咁樣就會預示住如果你衝動行事嘅話，或者會較為容易引起隱藏中嘅敵人嘅注意。而家嘅你係要提防小人嘅傷害，或者係喺處理任何同財務帳目有關嘅事宜嘅時候，就要多加留意細節。另外，亦都最好能夠學會吸取金星坐落喺你命宮嘅和諧能量，做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果喺較早之前，你同他人有住一啲金錢瓜葛，或者係工作關係上出現問題嘅話，喺今個星期就只係適宜以退為進，俾自己一啲時間去沉澱一下，千祈就唔好硬碰硬。而去到今個月嘅30號，就會出現一個具有多變頻率嘅新月。就鼓勵你或可喺深思過後，將一啲同金錢有關嘅嘢，以嶄新嘅方式去靈活處理，再唔好諗得過於理想化，或者係繼續想糾纏喺某一啲舊問題之上。另外，呢一股帶有無限好奇感嘅新月能量，亦都有機會刺激到一啲金牛座嘅人嘅購買慾。尤其是係特別容易花錢喺一啲電子產品、新科技、旅行或者係手工藝品之上。另外，有一啲金牛座嘅人就或者會受到土星逆行嘅影響，喺事業方面會出現一啲變動，從而影響咗收入。雙魚座喺今次嘅水星逆行當中，迂迴曲折嘅能量就圍繞住你嘅情緒同埋思想，會直接干擾到你嘅表達能力，同時喺思考上亦都會令到你較為容易忽略重點，往往係較難集中注意力喺一件事上面。而嚟到今個星期，火星同埋木星嘅能量又正好匆匆咁嚟到你嘅財富宮，再加上新月會喺差唔多時間嘅時候嚟到象徵家庭同埋情緒嘅第4宮，預示咗有一啲雙魚座嘅朋友可能係需要去處理一啲同家有關嘅事宜，
因而需要用到一啲錢，又或者係因為某一啲壓力而引致一啲衝動嘅花費，希望能從中得到一啲喜悅同埋慰藉。不過從星相嚟講，土星就會即將喺6月4號開始逆行至到10月中。咁喺呢3-4個月當中，你嘅精神或者係思緒就會容易變得較為混沌不安，總係較難得到真正嘅滿足。或者解鈴還須繫鈴人，今次嘅逆行其實係宇宙想俾你一個清洗內心黑暗面嘅好時機，你就適宜學會以逆向嘅思維，或者係換個角度去解決生活上嘅問題。而令到生活變得更為理想嘅關鍵係要懂得捉緊根本，例如係喺思考問題嘅時候，要知道當中係點樣產生嘅，千祈唔好再選擇逃避，因為冇任何外在之物係能夠令到你得到真正嘅快樂，只有你心靈能夠得到釋放先至係正道。摩羯座工作同埋財運或者會係你近期嘅焦點所在，因為水星盤旋於你嘅工作同埋娛樂宮之中，呢股逆行嘅能量或者會令到一啲摩羯座嘅人覺得有啲左右為難嘅，因為一方面又會想去輕鬆一下，而另一方面又會驚住自己過於奢侈。而金星接住落嚟又會去到金牛座，象徵咗或者只有一啲具有價值或者係華麗之物先能夠吸引到你嘅注意。另外，火星同埋木星同時會進駐於你嘅第4宮，又急又躁嘅能量就或者有機會引發你內在嘅情緒，令到有一啲摩羯座嘅人會變得較為自我中心，有時候更加會難以控制住自己而作出衝動嘅消費。同時，逆行中嘅水星會喺6月1號左右遇上宇宙嚴師土星，製造出一股極為不穩嘅頻率，影響住你嘅財務狀況。有一啲摩羯座嘅人就或者會因為之前購買咗一啲昂貴嘅物品、借貸，又或者係為伴侶付出咗唔少，而引致到需要去繳付一啲賬單，喺當中就令到你覺得有啲煩惱嘅。另外喺呢度亦想提提大家，由於水星逆行喺你掌管投機領域嘅第5宮之中，逆行嘅含義又大概係指較為容易遇上障礙，所以喺投資運欠佳嘅時候，最好大家就唔好因為想賺快錢而投放金錢喺一啲高風險嘅投機活動當中，否則就容易為你帶嚟虧損嘅結果。大家不如就試試用正途去修復下自己嘅財務狀況，因為新月會即將嚟到象徵工作同埋日常生活嘅第6宮，意味住而家正係一個好時機去開展新嘅生活模式，例如係去揾新嘅工作、做兼職，同埋學習一下開源節流，一步一步咁去將你嘅財務狀況改善一下。喺人際方面，需要留意嘅星座包括白羊座同埋雙子座。白羊座嚟到今個星期，戰神火星同埋幸運之神木星就會結合喺你嘅命宮，為你注入強大嘅活力同埋自信心，做起事上嚟亦都變得更加積極同埋有衝勁。而仍然係受到水星逆行能量嘅影響，代表住一啲同人與人之間嘅溝通、交通或者係短線旅行嘅安排上，會較為容易出現延誤。而由於而家嘅你較為自我，因而每當你遇上唔順心嘅時候，就會好似雷電觸動到你嘅神經一樣，較為容易做出過激嘅反應。現在嘅你適宜學習水星逆行喺你第2宮嘅課題，就係喺做任何嘅事情時候，要衡量一下得失利弊，並且需要多加留意環境嘅變化，先好作出回應。另外，你亦都要留意，
到咗今個星期尾，土星會開始喺你嘅社交宮位逆行，受到能量嘅干擾，或者會令到你喺社交同埋團體活動當中容易感到壓力，同埋預示咗有時候你會因為一時嘅口快而招來他人嘅不滿，仲會俾人有一種輕佻浮躁嘅形象添。因此，你就要先理解水星同埋土星逆行嘅用意。佢嘅能量就係想嚟警戒一下你，喺發表任何言論嘅時候就適宜多加心思，並且説話係要有深度，咁先有助於你好好去經營友好嘅人際關係。幸好土星又會同海王星形成咗和諧嘅角度，咁就會為你帶嚟唔錯嘅奇想同埋策略能力。對於一啲需要同其他人協商、設計或者係從事客戶服務嘅白羊座嚟講，都會係一個好好嘅助力嚟㗎。雙子座水星喺較早之前就喺你嘅命宮逆行，咁樣就預示咗你有機會係需要經歷一啲兜兜轉轉嘅事情。隨住水星喺你嘅財富宮盤算之後，有一啲雙子座嘅人就會將精力擺喺有價值之物上，而喺經過一番重新調整同埋得到火星同木星嘅支持之下，有一啲雙子座嘅人就有衝動咁走向人群，會想同唔同層面嘅人作溝通，喺當中仲有助你去探索出一條屬於自己嘅新路向添。而今個新月又正好係嚟到你嘅命宮，就會為你帶嚟朝氣，所以大家或者可以藉住呢股能量，去為自己嘅形象添加一啲新氣象，例如係去轉換一下髮型、購置新嘅衣物或者飾物等等。喺參與聚會嘅時候，可以盡情咁展現一下自己全新嘅面貌。而你需要留意嘅地方就係喺交新朋友嘅時候，你或者會發現當中可能混合咗一啲壞朋友，對方有機會係做出投其所好嘅態度，同你有住一拍即合嘅現象。咁喺呢個時候你就更加需要留神啦，因為水星正喺講求實際嘅金牛座當中遇上土星，預示咗凡事皆有因。就算你只係純粹想同佢交個朋友，你都要試試收集多一啲對方嘅資料。象徵住信息嘅水星，亦都會嚟幫助你去探究一下對方嘅底蘊。而喺工作上，你亦都唔適宜過度依賴其他人，做事最好能夠親力親為。對於一啲八卦之事，就唔好過於好奇同埋執着。同時間，今個星期亦都唔適宜同其他人產生任何爭執，否則嘅話就或者會因為一件事而引起另一件事，有越搞越大嘅傾向。所以都係安靜咁努力地工作係為妙啦。今個星期嘅星座運程我哋講到呢度，我哋下星期再見啦，大家要多多保重啦，拜拜。關於今集嘅內容，大家可以去我嘅 Facebook 專頁去睇返文字版本㗎。